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赖士葆委员、吴宗宪委员、江宜臻议员。好，那么美军去打这个运毒船又打了3个死亡那现在呢，一共发起了21系空袭，已经打死80个人，快跟杜特地一样。菲律宾杜特地打死几千人，据说上万人不过已经被那个海牙法院把它关起来了那美军军舰、航空母舰部署在加勒比海打击毒贩。那另外在东太平洋，除了加勒比海，在东太平洋也去打一个运毒船所以呢，东西这个双面出击那另外呢，川普说，我虽然去打这个委内瑞拉，但是我也可以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来对话。所以他们讲说，棍子跟胡萝卜通通使用然后呢，这个国防部长是说呢，美国要把毒品的恐怖分子赶出西半球，赶到东半球就算了，赶出西半球，所以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之矛的行动那毒品恐怖分子要赶走。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国务卿说，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贩毒集团要把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呢，我们是用美军来打击马杜罗的资产，连资产都要打如果他是贩毒集团的投资，如果正像他们讲的，因为赚很多钱嘛，所以呢，美国官员在讨论了，如果把这个马杜罗搞下台，要把它流放在其他国家，或是把它引渡到美国来受审那另外呢，马杜罗他说他愿意把他们认为说，川普表面上是要打击毒品，私底下是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觊觎，所以马杜罗就说，我愿意开放3000亿桶原油，美国没有给你嘛，你要原油给你那同时呢，有办集会去唱那个 John Lennon 的这个 Imagine 高喊和平和平和平那 Imagine 呢，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说 Living life in peace， 特别和平和平和平。所以呢，马杜罗要求和平，川普不要再打了，3000亿桶石油给你吧。我们看一下。这黑白画面是美军南方司令部公布，是一支美军特遣部队在美东时间上周六打击东太平洋，也就是美洲大陆沿岸一艘运毒船。因为美军情报显示，这艘船在国际水域运送毒品，而这次攻击造成了3名毒品恐怖分子身亡，而且这攻击是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目前美军集结兵力以及航空母舰在加勒比海，引起各界关注，是否以打毒品之名攻打委内瑞拉。 It allows us to do that, but we haven't said we're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may be having some discussions with Maduro, and we'll see how that turns out. They would like to talk. 川普透露，他认为委内瑞拉想跟美国谈判，但具体谈判时间跟内容并没有公布。美国目前已经取名“南方之矛”的行动代号，目标打击委内瑞拉，只是川普还没有发号施令，要等跟委内瑞拉进一步谈判结果。纽约时报说，川普想要把马杜罗给推翻，台面上是打击毒品，台面下想要他的石油。来，委员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我们看的重点还是不是在于说打击毒品我想打击毒品，它当然就是一个这个活动上面的一个幌子啦。其实我刚刚听到它的定义，把它定位为恐怖分子，我想这个东西有在法律上面的原因，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军人跟警察其实是分开的，军人他从事是战争行为，但警察维持是治安。那基本上在一般其他国家，大概就是对于毒品的查缉都是以警察为主。海岸巡防等等的这些人，那今天会动用到军队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然要先把它定位为恐怖分子来自圆其说啦。那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说它可能是基于说这个国家的政治，或者是这个国家的石油等等。我想美国在做任何事情都有它背后的原因存在，不会单纯的只有一个防止毒品进入美国。那当然对川普总统而言，防止毒品进入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它的国内的制度一定也很高，因为现在美国确实是受这些毒品之苦，然后影响到他们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整个教育、整个经济等等的治安都受到影响。所以，川普政府这个想法也是很聪明啦，用一个打击毒品的这个理由去动用到军队。否则啊，你看像这一次他是用那个地狱火去打这个快艇，那地狱火飞弹一枚非常高的价格，他去打了一艘快艇，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哦，所以他也许他背后还是有一些他的其他因素。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他背后到底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他要的就是背后的那个东西，毕竟川普他就是个商人嘛，他并不是一个大家想象说多崇高的一个人类理念的那种思想家，所以就是思考他背后有什么状况。那当然，我觉得用军队来去打击这个罪犯、查缉毒品，目前也有国家要反弹。比如说，英国现在已经对外公开说，他不再提供相关的资料给美国了，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有点大炮打小鸟哦。那世界各国不一定会认同这个做法。那目前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还没有用部队、用军队去对付毒贩或相关犯罪，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目前是有问题。那过往曾经用宪兵，也用宪兵去处理国内的一些毒品事务，但是现在他们也都退居到二线去了，但主力还是有警察。其实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国际间的正确的做法。那美方这样子做，我想他就是我刚刚讲了背后的理由。宪兵出动一定牵涉到什么军人啊，或者什么，我想多少要拉一点关系了啊。有些军人要去逃兵啊，去吸毒啊什么，然后从那边去扯了。来，世宝兄。那我们看啊，这一次的美国的行动啊，这个是就这个继1989年那时候美军也出动了，去抓那个巴拿马的总统诺里卡，他里面的其中一个理由也是贩毒，其中一个理由贩毒。那你可以想象说，这个美国这个东西啊，很伟大他觉得说你这个国家，你的这个领导人啊，他派军队去抓他，这个东西，大家马上想到说，那这一次的马杜罗会不会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一般来讲，分析人士说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委内瑞拉好像防守兵力比较强，他准备了20万军人，准备20万军人要对干。可是老实讲，他如果真的要抓一样了，这个要对美军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了。我认为这个样子，那一般来讲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基于他的私有，我认为主要是想要把它换掉。结果马杜罗他想把马杜罗换掉，换一个新的人。那上一次的诺里卡的时候是什么？他的理由外界还比较听得进去，是因为说诺里卡在选举的时候，对手是赢的，结果他不接受美国干预的。可是这次马杜罗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他就做得好好的，要把他拉下来。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想把他拉下来？这个什么地方是不听话呢？好了。马杜罗现在开始丢登记啊，马上说来，你要石油，我给你石油，请你就是不要打了，peace，他这个样子就很清楚看得到这个美军的军力多强啊！我认为那是中型的军队，他的部队人数要比台湾还少啊，大概12万人左右啊。你怎么跟美国比呢？美国现在最新的人家的整个的一个评估，美军在全世界军力来讲还是第1名啊。我认为要排到后面好多去啊，台湾还排到22名他排得很后面的，所以来讲到你怎么跟他对抗？你刚刚说到了他发动了什么20万人，问题是他那个这个飞机啦、直升机啦或者是什么东西，你那个航空母舰都去了，福特号最大的核动力航母舰都去了，那航空母舰上发飞机、发飞弹就搞死你了，所以就很难了。对了，反正来接着看。这个川普呢，这次呢展开这种雷霆之势就完全就是美国用这种帝国主义的姿态来去介入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的噩梦跟翻版那这次在这个攻击马杜罗的这个行动上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在于川普1.0的时候呢，当时呢 CIA 呢他们就是支持在委内瑞拉境内反马杜罗的那位总统候选人而且呢 CIA 呢跟川普的汇报呢是说，他们支持这位反马杜罗的候选人呢，非常的有可能成功，然后可以酿成这个政变把经过不正当选举，就是不公平选举上台的马杜罗呢给拉下台，结果失败了，这个真的是 CIA 呢是颜面无光，而且呢。川
川普呢非常的震怒，他当时呢扬言就是马杜罗很快就会屈服，然后很快他们支持的这位候选人呢就可以回到这个委内瑞拉来执掌政权等等，结果没有，就这个人呢就流亡到美国去了哈。所以他就变成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川普第一任就做的只有4年嘛，他没有连任，结果就使得委内瑞拉的问题呢，就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在拜登任内的时候，还有在川普在发动这样子的打击他们的毒枭渔船的，先炸了第一艘之后，其实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呢，他们有派人跟这川普政府呢，他来进行这种会谈，来进行会谈。当时其实有一度呢，川普呢是愿意接受跟马杜罗之间达成某种的协议的，可是呢，卢比欧就是国务卿卢比欧反对哈，因为卢比欧呢，他们这一派大家知道他是古巴来的这个移民嘛哈，到美国的这个移民，他们都非常的反对在这个拉丁美洲、在南美洲这些左派的这个领导人士啊，所以他反对，所以他们接下来呢，川普之前的时候在国会就针对他要对于委内瑞拉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跟国会做了报告了。他那时候在跟国会做报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整的呈现他的图像，他要加大这个军事上面的力量呢，去震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以这个打击毒品呢作为他的这个出发点嘛哈。可是呢，现在的就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像不管是英国啦还有这个加拿大，就五眼联盟呢，他们反对川普的这次的行动，免得变成是好像是这些国家呢联合起来。因为你就是介入他国的内政嘛，哈，然后所以五眼联盟呢，在这一次呢是不团结的哈，他们并不愿意分享情报呢给美国，但是川普呢依然是要采取这样的坚决的一个行动，以这个美国的这样庞大的军力呢，打击一个小小的这个委内瑞拉，真的是 piece of cake 啊，就是以雷霆万钧之势，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把让这个马杜罗就范呢？但是因为有之前的 CIA 的情报策动的这个失败，所以说呢，对于接下来该怎么样来进行，其实川普呢是有点步步为营的啦哈。第一个，刚才赵先提到，就是说有人分析说马杜罗呢，要不然就把他逮了之后呢，送回到美国呢去进行军事审判，送到美国进行军事审判，或是让他流亡到土耳其啊，流亡到亚塞拜然啊哈。但是呢，对于要不要拉下马杜罗这一点的部分呢，其实川普还有点犹豫。他有点担心，就说：“我如果把马杜罗拉下来之后，我支持的人又不见得能够坐上总统的位置的话，委内瑞拉呢很可能还是一片的乱局啊。但是他现在呢内部有刚刚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马查多是川普的这个支持者嘛哈，所以现在还有很多非军事以外的，就是政治的这些异议人士呢，在这边进行穿梭。不过这一场以打击毒品的战争以打击毒品为名的这个战争哈，其实就再一次的验证了，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川普他对于比较大区域范围的，不管是中东的战场啊，或者是俄乌的战场，或是印太、亚太这边的战场，美国是没有心要去介入的，他就是要管好他的后门，要保障他最大的利益。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不管是日本，对于不管是乌克兰，或是对于不管是台湾来讲，我们要看清楚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现实。我从这边看出2点了哈，第一个五眼联盟其实是个假的，真的5个眼，大家各去看各行其事，其他4眼只是美国这个眼的小弟而已。叫你去干嘛？你去干什么？你这不干的话，老大就出来了。哦，他其实就这样啊。好，第二个呢，就是老美其实最擅长就是斩首，哦，要他打一个大规模，然后长期在那边打的抗战，他没有这样的耐性的。但是呢，出动一下，炸你一下，或者将来把你斩首，把你干嘛轰炸掉了，绑架来了，他是很能的，而且他是有效率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陆哇，反制日本，哦，接二连三哦，一路来哦，他的这个海警船昨天4批到这个
调一台日本领海调一台里面去巡航海警船而且2艘里面上面还有炮弹那另外呢，接着旅游发警告说日本人现在不友好，大陆人到日本旅游要小心，就是不要去的意思啦。航空公司立刻配合，改机票、退机票免费，通常要扣手续费，免费。然后昨天晚上再发布，到日本留学要小心，日本环境对中国人不利，最好不要去留学，要谨慎又谨慎连续来那接下来会不会说稀土也不卖给日本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制裁行动那么大家在观察所以这边呢，这个海警出动这是态势升高然后呢，这个而且宣布黄海区域今天开始3天中国实弹演练。黄海在哪里？看这边黄海，东海黄海有没有？黄海在这里，离韩国、离日本，其实就在剑指，其实不是要剑指南韩，剑指日本，其实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个日本首相他其实他说他是安倍的徒弟传人然后呢，安倍讲过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过安倍是在卸任首相以后，而且不是在国会，在外面讲的，他已经不是首相。对。那高是因为在国会、在经济委员会还是财政委员会回答议员的质询，这样讲，所以就被认为不一样。第一个你是现任首相，第二个你在国会讲，那代表他的这个意义。但是日本人还是很惊讶，说这事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高市已经讲了，所以以后不再讲了。虽然不收回，但以后不讲了，而且对于假设性的问题，以后也不答复了。假设怎么样？你怎么不答复了？那大陆怎么升高成这样子呢？那也有可能就是我就是借此警告你日本，因为日本现在极右派非常的嚣张气焰很盛了。那高市又很迎合这个极右派，所以极右派是非常仇中反中的。所以如果将来你一直迎合他，那将来会发展什么不知道？也许这个大陆就说先下手为强，先压制你，免得你以后发展成不可收拾。是不是这样？我们只是猜测了那苏家全，因为苏家全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会长，他说日本非常愤怒因为黄海实弹射击剑指日本，是实弹3天你们都不要进来，所有的商船通通不要进来那另外呢，解放军报有警告说，你日本如果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因为日本有事，他们认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认为说牵涉到日本的存亡所以呢，日本很紧张。所以呢，你如果武力介入台海，日本全国恐怕会沦为战场所以你一个日本到时候我全国都可能把你当成战场，怕不怕那另外呢，大陆人民日报说高度警惕日本战略危险转向日本现在突然转向了那么另外呢，外交部文旅部发文再次这个提醒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不要去了所以目前还蛮多人在日本的那所以呢，因为怕陆客不来，日本旅游跟零售的股票雪崩惨跌那资生堂化妆品股价一度暴跌11%然后呢，这个叫做唐吉诃德门市就是药妆什么杂货也重挫8.9%因为陆客不来就不买了嘛下一步可能召回驻日大使，彼此都有把各大使叫来这个训斥了，但是呢说可能把驻日大使召回来而且反击日本，中国也说琉球地位未定，什么台湾地位未定，琉球地位未定，干嘛一定是你的但是民调高市长们的支持度是很高的有69%支持他，说呢历代内阁罕见。但是呢，问说这个他讲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情，48%支持他，44%是反对他，所以这点是其实很近很接近那支持的比反对的多4%，其实多的不多，因为其他的民调都很高那日本今天派一个官叫做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金正景正什么金景正章了，金景正章要拜回北京，要跟大陆方面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谈，所以被认为说是先去然后呢去协商一下，是不是铺个路？他们希望在这个 G20 的峰会，那大陆总理李强跟高市能够会谈，能够化解这个紧张。我们看一下。
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16号在社群 X 发文，力挺日本跟台海稳定，反对任何人以武力胁迫改变现状。不止如此，就在前一天，他还发文狠酸大陆的战狼外交，写上看来耶诞节提前来了。先是谢中驻日大使吴江浩，在谢中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的失言，促进美日友谊，明确表态立场。盐城海事局的消息，11月17号至19号每天0时到24时，在黄海中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行使集体自卫权说，让大陆气得跳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将进行连续3天实弹射击。大陆教育部也发出海外留学警示，提醒公民重新考虑到日本留学的安排。但这样还没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利用 X po 文敦促日本遵守中日联合声明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过在日本，面对首相的言论，赞成声反而比较高。根据共同社的电话民调，若台湾有事行使集体自卫权，赞成与倾向赞成达到48.8%。44.2%回答反对，而朝日新闻15、16号的电话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更达到69%，支持度不降反升。这样。好，很多人都说高市的这番言论会不会让人家很惊讶呢？事实上，很多人说不会认为非常惊讶，但是却是觉得他非常草率。例如像是日本之前的这个首相野田佳彦，他就在他们的党内会议上头批评说，高市他的这一番表态，他认为言论已经越界了，而且导致日中关系陷入非常严峻的局面，相当的轻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日的关系其实长期以来从2战之后都是非常的如履薄冰，而且呢，双方都在紧守着那一条线。可是大家也都在观察高市上任之后，到底这条线会如何的走？因为过去呢，大家都知道呢，他一脉相承这个就是安倍他的这个思想，那么非常偏向右翼，而他这次的表态呢，就让大家很清楚的感觉到有一种右翼在鼓吹军国主义这样子的感觉。另外就是呢，暴露了一个过去他们一直在走的以台制华的想法，可以说是展露无遗。那么这样子昭然若揭之后呢，又去强化这个中国威胁的叙事，就让这个中国还有日本两地的人民，其实这两国的人民之间的摩擦恐怕是更甚。但是我们更要观察的一点是，其实这几天中国跟日本的这种大规模的表态，可是我们的台湾的领导人所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像是这个吴钊燮他所说出来的话，居然还在打嘴炮，这件事情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可怕跟震惊。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这个高市他的这一番的说法，其实我觉得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日本呢从2战之后，其实他们紧守着这个，担心说他们又会被外界认为说有这种对外扩张或者是军国主义复辟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和平宪法的。可是从安倍以降呢，开始去把这个要求去废除和平宪法当中放弃战争的条款，还有呢要把他们的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主张要大量的提高他们的国防预算，这些事情其实都会导致周边的国家的紧张，不管是中国也好，或者邻近的国家，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呢也被大家所关注。那现在高市的这番话，不管他是言者有意，听者有心，又或者是倒过来暴露出他原本这个非常极右派的思想，其实都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害怕。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或者右派会不会又往上升？也就是说呢，大家就会观察说，过去的这个和平宪法未来会不会被废弃掉，或者是他们的对外扩张的这个性格会不会又展露出来？而这样子的这些说法，台湾要不要慎防呢？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日本的棋子，或者日本对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我们过去已经是美国的筹码了，难道我们还要进一步变成日本的筹码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要慎防的。可是非常遗憾的是，赖清德总统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强化中国威胁的叙事，而威胁的对象是台湾的时候，你台湾要如何积极的预防？你过分的倾倒向美国或者是日本，对台湾的关系真的有帮助吗？我觉得台湾的领导人真的要慎思。郑浩源，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现在这个日本跟中国关系什么如履薄冰，我这样听的真的是有点满头问号哈。毛泽东从1950年代以降，多次公开感谢日本，甚至讲到说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我们要感谢你们占据我们一大堆的土地，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们最后才能够成立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公开的论述，这个是一个历史上没有争议的话题，因为他们没有否定过，毛泽东真的这样公开这样讲。所以中国跟中日关系在2战之后其实是如胶似漆，并不是如履薄冰啊。但是
当然，我们现在看看最近这几年来的发展，我们看到说高市早苗为什么会说出，或者是说安倍以降为什么会说出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样子的言论，其实是基于如果海这边发生任何战争紧张的情势的话，对于这个仰赖外来的这个资源很重要的日本来说，他们整个经济的命脉都会在这个整个战乱中，所以对他们来讲，当然是如果台湾发生事情，日本肯定会有事嘛。就是光是从经济面上来说就是这样。那现在当然是说，日本希望在防卫上面，在战略上面能够进一步的对这样子的局势能够有所控制。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这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平衡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以前对台湾的这个军事的骚扰，空机这样子骚扰台，一年几十架次算多了。现在一年是上千架次而且这是过去这1-2年的事情，在南海做了一大堆这些人工岛，上面又有飞机跑道，又有雷达，又有这些部署中程飞弹的这些岛，这些机台。你说整个东亚东亚地区的周边国家，谁不会感到紧张？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解铃还须系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就是中国自己本身跟日本，甚至我们希望说多方的国家，大家都能够利用多一些外交的机会，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情势，把它让它这个 diffuse， 让它缓和下来，并不是单方面的，这个是多方面的这个结果。就中国就现在的这个中共跟日本恩怨情仇了哦。刚刚志豪讲的没错了，原来这个东北是这个日本人占据嘛，关东军那个地方，然后呢雅尔达密约，苏联后来就出兵。把这个日本也投降了，就把东北占据了，就苏联。后来苏联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八路军跟新四军。共产党拿到东北，势如破竹，整个把国民党从东北一路往南，等于是这个赶到台湾来。那卡特去访问这个尼克森访问大陆那个时候，跟基辛格大概1972吧，7172，接着日本就立刻承认，就跟台湾断交了。我们觉得我们跟台湾跟日本关系很好，日本立刻跟我们断交，跟这个中共建交然后现在呢，中共又忌惮日本，为什么？因为像高市又想要把那个这个核，就是本来是禁核，又想去恢复这个核的研究，因为当时日本那时候大东亚哇，这个共同军，就那时候想整个这边打亚洲，那边还去轰炸美国珍珠港，那时候大家很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所以为什么日本不能有国军，只能有自卫队？你只能保护你自己，你怕你再去侵略别人。所以呢，整个日本跟亚洲，包括韩国啦、中国啦、菲律宾啦、台湾啦，它那个恩怨情仇，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休息一下再回来。